个冷知识，从中国开车到冰岛理论上只需要7天，真有人开车过去吗？有的，我们裸辞后改装了一辆房车，从中国自驾去了冰岛，而这趟旅程实际上用了70天。我们现在在冰岛，这里是世界最北首都雷克雅未克。最崩溃的是存视频的硬盘坏了，花了1万块才救回这些画面，直到今天才终于完整的剪完了这趟旅程。接下来将是世界有趣的角落里最长最难忘的旅行，全程12468公里，从中国自驾到冰岛。为啥只有40万人居住的冰岛，微信上却有1000万以上的中国人定位在这里？这一路我们穿越的国家里，当地人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北欧5国真的是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地区吗？我们直接从中国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发，离开中国的第一站是哈萨克斯坦，曾经的首都阿拉木图市，也叫苹果城。这里挤满了20年老龄的二手车，路上经常有车出故障导致堵车，商场随处可见中国品牌和商品。我们加油的时候遇见一个奇怪的人，或者说我们才是那个奇怪的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开着中国车牌的车来他生活的国家。他问我们开车去哪儿，我们说去冰岛。他半天没有说话，可能是想这得开多久才能到。后来他给了我们一张名片，说在这有事儿可以找他。这人真热情，我们送给了他一个中国结。后来去加油站买单，店员一脸严肃地问我们跟刚才的人是什么关系。原来那个新朋友是当地的审计员，就是查账。我们说是朋友，店员就更紧张了。店员跑过来退给了我们1半的加油费。原来这里的柴油需要当地的证件才能按低价买，否则需要支付2倍的价格。而刚刚的新朋友悄悄帮我们用了他的证件，但当我们想要去说声谢谢时，他已经开车走远了。跟他聊完之后，我进去，那这个店员非常严肃问我：“你认识他吗？”开在路上时被几个哈萨克斯坦的警察拦下来了。网上看到有人说这里会专门罚国外自驾游客很多钱。他问我们开车去哪儿，就如实说去冰岛。他愣了好一会儿，我又赶紧说去俄罗斯，毕竟离得近很好理解。警察最后说了句祝你们好运，就放行了。我们还在想后面不会还有事儿吧？果然后面到哈萨克斯坦首都的路程基本都在修路，限速50，这不得开个4-5天才能到下个城市啊？问了下当地人，他说不仅限速50，一旦超速，路边的交警就会马上来抓你罚款。晚上我们也只能停在荒郊野外，没有监控，没有人管，只有一些破旧的房子。心想不会出现什么野生动物吧？这怎么不算是另一种心想事成呢？但更多的是状况之外，比如你不会知道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什么，一大早被敲门还真挺吓人的。开窗一看，竟然是野驴，还是2头。自驾出国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些不确定性，就连吃饭都像开盲盒。在这儿吃饭我们都不需要看菜单，因为压根儿看不懂。这里人大多说的是哈萨克语或俄语，所以我们直接让老板推荐，他上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买的翻译器没有网络就翻译错误，还不如乱比划来的靠谱。今天我们吃的还不错，一顿马肉面量大好吃还便宜，2人花了60多块。这趟旅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首都，这以前竟然叫白色坟墓。冬天最低温度接近-52度，它是世界第2冷的首都阿斯塔纳。那现在弹幕告诉我，世界第1冷的首都叫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认识了朋友的朋友，当地做 IT 的小哥，他说想去深圳做 IT 程序员，和全师傅聊了很久，还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这边首都没电梯的老房子，1平米是7000块左右，很多是前苏联那会儿的，虽然老但是非常耐用。他带我们去转了这座城市，周围有很多中国企业，有些基建是中国建的，比如一些重要的高速公路，上面很多是中国石油的加油站。这里是一带一路重要的路线，中国的货物源源不断的从这里运往欧洲。小哥介绍这里是他们建设最先进的城市，到处都有供暖，已经不再是白色坟墓，而是白色家园。在离开哈萨克斯坦前，我们竟然在哈俄边境城市遇见了观众朋友，他是中国的哈萨克族，在这里读研究生。听说哈萨克族在这学费全免，他还给我们带了哈萨克很特色的零食。多亏他们的推荐，我们做东尝到了当地特色的美食，口味跟新疆菜很像，真是一路逢好友，他乡遇故知。夜晚我们看到当地的永恒之火是用来纪念卫国的英雄们。隔天天亮，我们来到了哈萨克边境，即将到达俄罗斯，突然出现3个人拦住我们，张口就要钱。语言不通，说实话我俩挺紧张的。全师傅拿着翻译器强装镇定，跟他们费劲沟通了好一会儿，万一他们不是要钱呢？果然他们就是要钱，但也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们是卖车险的。这个男生告诉我们，开车进俄罗斯没保险会被高额罚款。我一查还真是，就问多少钱，于是他把全师傅带进了这个小屋子，他指了指屏幕，车险半个月是人民币346块，比
比想象中要便宜，于是我们就办理了。他问我们能不能送一张小面额的人民币留作纪念。于是全师傅掏钱包拿出了仅有的1元纸币。车检老板看钱包有些美金，盯了半天。我俩心想完了，大意了。结果他只是说你们得多换卢布，俄罗斯现在用不了国际信用卡，大部分只能用现金。于是他带我们去隔壁换了卢布，换完后我数了一下，钱不对啊，不过不是少了，而是换多了几块钱。我跟他说了下，他只晃了晃手里的人民币，对我们说了句谢谢。回车上他又来找我们说你这个翻译器真的不好用，避免跟海关有误会，就带着我们去边境检查站说明了情况。我们送给他一个中国结，他回礼了一个狼图腾，顺利通过了哈萨克斯坦海关，我们进入了俄国的检查站，排队检查完就让我们走了。最后士兵说了句原来有些偏见在今天遇见善意后就会留在昨天。进入俄罗斯时已经是晚上，换了当地电话卡，在这儿却没有信号。我们找到了一个停车处，走来一个大爷，嗓门很大，我们用翻译器翻译，说要把我们赶走，放别的肉。这翻译器离线以后，翻译的可以说是邪门了。大爷还招手让我们开车跟着，虽说有点发怵吧，但毕竟这是个正常停车场啊。原来大爷只是引导我们停在合适的位置，停车费100卢布，这里都是明码标价，厕所20卢布，去一次需要1块5，洗衣服和洗澡都是150卢布，12块一次。刚才交的是停车安保费，实际就是8块人民币。在这边给车加油真是比水还便宜，1升油才4块。但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联系店员，因为这个加油站都是防爆门，四周是厚厚的钢化玻璃和坚固的栅栏。后来一个俄罗斯小哥看全师傅找不到人，就带他找到了跟店员沟通的按钮。这边不少小卖部的安保级别也不低，店员告诉我们是这儿比较偏僻，警察很难及时赶来，在这开店得先保证人身安全，也让我们尽量去有安保的停车场。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看起来严肃的俄罗斯大哥坐在了我们面前，说在这片出事儿找他比警察好使。这个餐馆里挺多空位的，但这位大哥就这么坐在我俩前面。其实他也是看到我们车牌很好奇，在国外中国车牌是真的很显眼，而且2个中国人出现在这个村子也很奇怪，毕竟这儿有点太偏了。我们连比划带猜聊了大半天，大哥给了全师傅一个名片，说在这有事儿可以找他，还推荐了好喝的肉汤才离开。一顿饭不到70人民币。临走时全师傅还问他在这停车晚上安全吗？他非常自信地表示安心停，保证安全，还好有个落脚点，晚上终于也能好好休息。后来才知道他是这片地的老板。隔天我俩决定尽快去治安更好的大城市，不一定每次都这么幸运碰到好人。路上碰见了俄罗斯警察不下20回，经常听说在俄罗斯会喜提他们的罚款套餐。第一次碰见是在服务站吃饭，那顿饭吃的还有点提心吊胆，怕被莫名其妙的罚款，但什么事儿都没发生。然后路上警车跟我们擦身而过，也只是副驾回头看了下而已。我们的车牌他们确实会特别关注，但我们没有违法，他们也不会拦我们。这里分享一个小贴士，车上尽可能别贴隐私膜，被警察看到一般都会罚款。我们只有一次被拦，是因为高速费，我们只能用现金，但就差几块卢布，最后是和路人用美金换了卢布。也因为这件事儿，让我们意识到在俄罗斯现金是真的很重要。于是我们去银行取现金，还好身后有位会说英语的女生，她说这银行能够用人民币换卢布，有她的帮忙，很快就换到了钱。我跟小姐姐说等一下，我赶紧回车拿了小礼物冲出来送给了她。异国他乡，希望她的善意让我们都有美好的回忆。路上开车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好像撞到了什么，在一旁施工的俄罗斯人也吓一跳。我们紧急停在路边，这是我们自驾出国第一次出事故，发现是车掉了零件，全师傅往回走了很久才找到，原来一路的颠簸把车的挡泥板给震掉了。开到加油站检查的时候，发现是螺丝松了，旁边一辆黑车停在我们面前，下来一个俄罗斯小哥，好奇我们干嘛呢？知道情况后，推荐了前方莫斯科的修车厂。到了修车厂，跟这个师傅用翻译器沟通了半天，最后是沟通明白了。后来师傅帮我们把零件固定了，但我们的车内还有一个问题，师傅没有配件，于是又帮我们搜了半天，找到了专营店。全师傅就问工时费怎么收。一开始我们以为在国外修车应该很贵，但没想到师傅直接摆了摆手 ，free 了，不要钱了。但人家维修了，必须得给啊。他就象征性的要了500卢布，也就是38人民币。走的时候，我赶紧在后备箱翻了半天，找了瓶二锅头送给他，感觉他更喜欢二锅头。后来因为时间比较晚了，到另一家店时下班了，老板出来一看中国车牌挺惊讶的，他帮我们预约了明天修理，还专门让我们给他录段视频，让第二天给他的员工看，大概就是说让员工有耐心，尽快的修好。第二天把视频给工人看，真的很快就把车修好了。临走时还帮忙把房车加满了水。我们在俄罗斯的超市买了很多物资，虽然语言不通，但这边的阿姨非常耐心，帮我们找了很多东西。当地的肉蛋奶很便宜，15块的肠满满都是肉，2个大鸡腿10块。我们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科，自驾房车来到了红场。我们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和观众朋友一起吃饭聊天，他们带我们参观了很多地方。小时候在课本里看到的图片，如今就在眼前。这个瓦西里教堂现实中原来这么大，前面是被无数次摧毁过的红场，经历沧桑的地砖就在我们脚下。这里充满了欧式风情。都说来俄罗斯一定要去看看东宫博物馆，它是世界4大博物馆之一。如果在这儿每件文物只看1分钟，不吃不喝不休息，连轴转，要花近6年才能全部看完。在这儿能看到世界各地的文物，刻着近代文物流失的百年伤痛，西夏与敦煌莫高窟的巅峰之作，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毕加索的真迹，北非的古埃及木乃伊，甚至连金字塔顶石都给搬过来了。我们真心盼望，愿所有流失的国宝终有归期。我们在圣彼得堡休整了几天，买齐了物资才继续出发。毕竟后面国家的物价可是这里的好几倍。离开俄罗斯后，我们进入了北欧芬兰。我们来芬兰了！刚进入芬兰就看到了排号3个9的车，一直跟着我们。原来他是我们网上的中国观众，在某个国际组织机构工作。这次我们见面，互相都很好奇，他好奇我们怎么就开过来了，我们更好奇他到底是什么秘密工作。后来他请我们吃了当地的自助餐。芬兰这物价是真贵啊，一顿沙拉菜自助300多人民币。他被调到这工作快1年了，说这边风景是不错，但是挺无聊的。好不容易看到国人就聊了很多，说这边房子都挺大，但人工特别贵，所以到处都是这种建材市场。当地人舍不得花钱请人，就得自己动手。普通人平均年薪30万人民币。我们其实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国家就500多万人，那平时大家休息的时候在做什么呢？毕竟我们走在街上连个人都看不到。他说可以在太阳系里穿梭，然后拉着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公园。这个公园是微缩版的太阳系，比如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它等比例缩小在这个公园里。芬兰虽小，但却是全球公认的顶级教育强国。他们希望把知识悄悄地植入到每一个地方，即便是这个平平无奇的海边公园。和他道别后，我们来到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感觉这里就是2个字：安静。开车一路上遇到的人屈指可数，但都很有礼貌，没有人会开远光闪人。待了1周也没有听到汽车的鸣笛。以前有一个误区，觉得特别冷的地方发展会不好，但是这里不仅特别冷，靠近北极圈，而且冬天极夜，夏天极昼，却8年蝉联世界最幸福国家榜首。从一个贫困寒冷的小国，依靠教育与创新实现发展。芬兰人的福利待遇高于美国，在高税收、高再分配的制度下实现了全民医保，但这里物价太高，食品安全要求严格，实打实的真美食荒漠。在那儿就光吃三文鱼了，餐馆的2碗三文鱼汤300块，在这儿店铺能看到很多中文，甚至可以用国内的软件支付。那天我们在旁边的城市认识了一个芬兰人，他的肩膀上骑了一只胖橘，特别像之前看过的电影《流浪猫鲍勃》。他和全师傅边走边聊了很久，知道了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听说芬兰人社恐，没想到一路聊特别多。他的妻子是中国人，正好是我们的观众。他说喜欢吃中国的火锅，就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火锅，刚好车里还有国内带的火锅底料。一路他还介绍了这怎么加油，这边都是自助的，自己刷卡自己加，旁边还有洗车工具可以免费用，用完之后记得放回去。芬兰人假期特别喜欢开船旅游，码头都是船，毕竟千湖之国。这边森林非常多，还可以采野生浆果，风景很美，但人是真的少呀。随后我们去了超市采购，我问他你觉得这物价贵吗？他说放眼欧洲，这个物价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随便买一些物资就花出去1000多块。到了他们家做客，房间装点得很漂亮。他说这里从小学到大学都免费，到了大学国家还给发钱。这边房子租金1个月6000多，但买一套不到80万人民币，还没有公摊面积。不过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房产税，即便是永久产权的房子，要是一直拖着不交房产税，最后房子也会被强制拍卖。这顿火锅我们吃得很开心，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不同国家的人生活各有不同，但都鲜活且认真。我们继续向前走，快到北极圈时，路过加油站，但遇到些问题加不上油。我发现全师傅忙活的10分钟里，一直有一个芬兰人驻足在一边，然后他有点犹豫的过来问需不需要帮忙，看得出来是个好心的哀人。原来是机器出了故障，他帮忙加油时还说一定要加满。等一下去北极圈，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油价是最便宜的，而这里1升油已经20块了，是俄罗斯的5倍。临走时，全师傅送给他一个中国结，感谢他的帮助。在芬兰这些天，风雪是旅途的底色，但善意是此行的答案。跨过这条线就到了北极圈，刚进北极圈就下起了大雪，这的镇子很有恐怖片的氛围。院子里有很多假人，不少自行车挂在树杈上，起雾后像极了寂静岭，安静到能听到雪落在衣服上的声音。路边的厕所都带暖气和处理房车黑水的清洗机。后来才知道，这个小镇方圆100里只有不到1000人居住。等我们到达圣诞老人村已经是傍晚，没想到直接被警察找上门。原来是一个小朋友看到全师傅飞无人机就跑去报警了。警察问无人机有没有驾照和保险。
险。还好我们手续齐全，警察就放松了下来，问我们在干嘛。我们说想看一下住在这的圣诞老人。警察一看我们是游客，祝我们玩得开心就走了。就在刚才，我们2个人吓了一跳，被警察盘问。天亮后，在圣诞村才知道，原来这位血统认证的圣诞老人是当地的公务员，职业就是当圣诞老人，和世界各地的人聊天拍照。圣诞老人知道我们一路从中国开车过来，聊了很久，也很开心的和我们合影。出来一结账400块，主打一个大家都不白来。我们一路来到了挪威北角，来到了欧洲大陆最北端，挪威北角。这里是典型的峡湾地貌，这种地貌必须由冰川和海水共同作用才能形成。其实说实话，如果我们直接坐飞机来这里，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激动，但因为一路开车过来，路上遇到了太多有趣的人和意料之外的事儿，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在路上的魔力。停车时，在这里遇见了2位70多岁的瑞士老人，很兴奋地和我们打招呼。他们也开了一辆房车，发现我们是从中国开过来的。他说10几年前他们就开着自己的车从瑞士开到了中国。Thank you very much. 想进我们房车看看，然后还主动邀请我们去看他的房车，是一辆4驱的奔驰斯宾特。他们的车顶没有排风扇和空调，但是有2个大窗户，适用于他们的生活。他说夏天不会去特别热的国家，所以空调、排风扇都换成了大窗户。房车的乐趣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DIY， 车里布置得很用心。那一刻感觉我们像忘年交，在分享彼此的移动小家。他们夫妇旅行了20多年，还说自己退休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跟老伴儿把所有国家都去一遍。他们非常健谈，还请我们喝了咖啡，讲着100多年前好多国王来这里探险，有泰国，有瑞典，还在这立了石碑，还神秘地说如果遇见雪白的驯鹿就会有好事发生。那天竟然真让我们遇见了一群雪白驯鹿。最后我们一起拍照留作纪念。我们说如果你还来中国玩，就请你们吃更多的中国美食。在开车来的路上，全师傅和前面骑自行车的小哥打了招呼。到这儿后又遇到了他，他想抬车上去拍照，但装备太多上不去，全师傅就帮了他。这位是比利时人，之前还去过重庆，喜欢吃那边不辣的重庆小面，还说重庆很好吃，就是对他来说太辣了。神奇的是，在这里遇见的人竟然都去过中国，也让我们有了很多共同话题，成为了美好的回忆。没想到我们的房车在极地报了故障灯，硬撑着开到了瑞典首都附近的 4S 店维修。这家店员也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版的这款车，挺热情，检查了半天，最后2手一摊说系统不一样，在这修不了。绝望之际，当地的朋友介绍我们去找附近的一个中国人，他之前是修飞机的，也许能行。没想到这位叔叔跟全师傅都是西安老乡，他是第一批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退休后跟女儿在瑞典买了个别墅，1000平米的院子，还养了2只柴犬，享受退休生活的同时还能顺便修车。这套房子300万人民币，好多邻居会给他送礼物，然后车坏了过来修，甚至国内新能源车来这边也会先送到这里检修。他知道我们的行程后，很认真地帮忙检查了一遍，原来是之前路太颠簸，有个阀门松动了，很快就找到了车的问题。还好我们出国前买了很多配件，就怕国外配件买不到一样的。他帮我们换了之后，不到1个小时，车就恢复了正常的功能。临走时还拿了他种的葱和豆腐送给了我们。我们问修车怎么收费呢？竟然和我们说老乡远道而来不用钱，那肯定得给啊。后来我们就按 4S 店的收费标准给他转了800和一些特产。正好今天晚上在房车里吃火锅，就把老乡送的蔬菜和豆腐都吃了。修好车，我们来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这里的诺贝尔博物馆能看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和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同处一个展厅。如果你以后得了诺奖，可以免费吃这里的诺贝尔冰淇淋，我们就只能花100块买了。巧克力都是奖牌的样子，好酸。树莓冰淇淋。出来后能看到一个大桥，是瑞典核心地标斯卢森大桥，它是先在中国制造后整体海运到了这里，一路过来总能时不时的看到中国制造。在这里休整了几天，一路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北欧一大特点就是松弛，他们周末是真不上班啊，大型超市都关门，周日超市不开门，药店也休假。他们无论什么工作，每年都有1个月的年假，就连全年无休的医院，医生和护士都有年假。这边周末感觉整个城市的人都出来了，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听说这的垃圾工人月薪3万人民币左右，但不吃不喝18年才能在挪威首都买套房。当然，很多工位仅限本国人。那这里人都这么松弛吗？旁边的蒙克美术馆倒是吸引了我们，它的镇馆之宝呐喊，有事儿直接发疯，精神状态真的很超前。我们又回到了沙滩，那天黄昏，我们居然看到了跟呐喊里一模一样的夕阳。你在挪威生活开心吗？
离开挪威后，我们到丹麦买了去冰岛的船票，2人加一辆车，这是我们住的船舱，里面可以洗漱。往返的船票总共是3.5万人民币，中途还会经过法罗群岛。到达冰岛前，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去法罗群岛停留几天。今天到了法罗群岛啊！这里是驯龙高手里伯克岛的原型地，是007系列巫侠赴死中邦德最终长眠的地方，更是北欧神话里雷神索尔的家。这里的首府港口就叫托尔斯港，雷神托尔的港口。不得不说，这些电影太会挑地方了。我们上岛后停在了一家薯条店门口，走出来一个有点激动的泰国人。原来他特别喜欢中国的电视剧，知道我们从中国自驾来的，就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喜欢的中国明星。在这儿我们吃到了法罗群岛特产炸鱼薯条，作为国民快餐，味道还是可以的。临走前我们送出了中国结，欢迎这位泰国朋友和他的老板来中国玩。路上我们发现这么小的岛竟然有20多个标准足球场，有的足球场在岸边，甚至还有专门的小船用来捞踢进海里的足球。那天下雨起大雾，这的小学生还在淋雨踢足球，离得这么远还能听见家长们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当地18个岛加到一起才1400平方公里，比香港就大一些，人口不足6万，羊却有7万多只。虽然人少，但注册的足球员超8000人。这里的福利待遇虽然好，压力也不大，但是冬天漫长，阴天多，且日照极短，有时几乎一整天都看不到太阳。为了身体健康，他们的小孩从小就爱户外运动，防止压抑。来到这边超市采购物资时，这边的物价也是有点离谱，一瓶可乐11块，4片西瓜30多，最便宜的是三文鱼，这么一块60多，但真的非常好吃。所以我们在岛上基本一日3餐就是三文鱼。来这里一定要去看看国家地理杂志上说的海上悬湖，但是导航出了点问题，把车开到了别人家门口。对方还是很友善的跟我们说这里不能走，因为这片地是他家的后院，这边家家户户的房顶都有这种草垫，跟霍比特人草顶屋一样。我们特别好奇，这是装饰吗？原来这可不是北欧小清新，而是被逼出来的硬核物理防御塔。这里一年有260多天在刮风下雨，草皮房子能够抗风、保温、防水和隔音，可以说是很实用了。听当地人说，在这生活的人有的很原始，甚至没有智能手机。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入口，这里门票210块一个人。生活在这儿的羊真的一点都不怕人。我们还遇见了会说中文的马其顿人。你从哪来？马其顿的。中国读过书留下来工作。all the best。这一路可真是太有意思了。走过厚厚的草甸，我们来到了山顶。原来塞尔达的世界真的存在。在山上还拍到了当地的明星鸟，长得像企鹅的海鹰。下山后来到了岛上的最北厕所，怪不得这个村子被评为最美村庄，连厕所的窗外都是这样的风景。我们在岛上住了1周，明白了为什么国家地理多次把最美岛屿的称号给了法罗群岛。这里让我感受到，原来人与自然可以如此和谐共处。这座岛每开一段路，总能看到不同的风景，世界尽头的极致冷酷仙境。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在这儿的最后一天，我们订了一家当地的特色餐厅，给你们看一下800块能吃到什么。最惊艳的就是这个岛上的羊肉，它也是唯一的热菜。哇，这个羊肉好嫩啊！其他基本就是一些冷盘。我们开着房车继续登船，前往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冰岛。船上的伙食其实可以的，就是顿顿吃鱼真的有点顶不住了。中国胃开始想念中国菜了。自驾房车走了这么远的路，用了整整70天，我们终于抵达了冰岛。到冰岛了。的时候那个红房子。没
想到迎接我们的不是极光，而是冰岛的警车。刚开始警车追上来，我们心想也没违章啊，就没有停车，可能人家就是好奇吧，毕竟冰岛上中国车牌的车应该不多。但他们突然鸣笛了，我们就靠边停下。2个非常年轻的警察问我们从哪儿来的，我们说从中国一路开过来的。他重复了一遍，从中国自驾到冰岛吗？然后2人也挺懵的，一直在用对讲机问其他人，一般中国车开过来要检查什么证件，我们就把过海关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最大的疑惑是 C 本驾照能开这么大的房车吗？我们说这辆车是自动挡，这个车的长度在中国 C2 就能开。他就回警车查了下，还真是。那天冰岛下着雨，他看到我们是游客，并没有让我们下车淋雨。我们看他淋着雨就问要不要伞，或者可以上车查，他都说没事儿。查证件的时候他也很小心，怕我们的文件被淋湿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开车来冰岛，我们说环球旅行是我们的梦想，之前看过一部在冰岛拍的电影《白日梦想家》，这部电影估计冰岛人都知道。他听到后也很开心。我说从中国出发到这里也是我们的小小白日梦。Enjoy your trip. Congratulations again. 冰岛之旅开始后，我们竟然看到一辆特别的车，居然是韩国车牌。出来了一对韩国夫妇，看了我们的车牌也很惊讶，他们说居然在冰岛看到了中国车牌。我们也很惊讶，在冰岛看到了韩国车牌。我们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来的。他说是坐船，有一艘船可以把车直接从韩国运到爱沙尼亚，然后他们在欧洲旅行了5年。因为他们免签，每年可以在欧洲旅行3个月，回国休息半年后再过来。车就是留在意大利时被砸了，回来就用胶带缠了缠，继续开着它来到了冰岛。虽然我们语言不同，文化各异，因为对世界的热爱让我们在这里相遇。前面就是《白日梦想家》里主角滑滑板路过的瀑布，突然天空挂起了一道彩虹。美好总是不期而遇，旅行总会遇见一些只见一面的朋友，但这些人都会成为美好回忆的一部分。冰岛除了风景，还有味蕾的试炼。我们在冰岛找到了一间评分高的餐厅，点餐后服务员笑了半天，问我们确定吗？我们说想尝下冰岛传统美食腌海雀，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海鹰。他说这个只有真正的维京人才吃得下，现在冰岛人都不怎么吃了。很久之前，维京人在冰岛没啥吃的，就把海鹰抓来，连毛都不拔，塞进海豹皮里，口子一封就放在石头下面压了3个月，这样海雀肚子里的便便和内脏就会充分发酵，吃的时候对着鸟尾部猛吸一口，据说那味道100米外都能闻到。现在他们不这么吃了，加了很多的调料，还有点加生。很明显，冰岛的厨师费尽心思想把自己国家的美食做得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它中间是夹生的，嚼一下是烤肉的味道，然后你越往里嚼呢，它越嫩，再往后面呢，它有一股内脏的那种味道，你知道吗？就开始往外涌。你说不上好吃，但它绝对是很特别的味道，好奇怪呀！如果你来冰岛想尝一下特色菜，可以试一下 puffin， 这部分越吃越得劲儿。那我觉得挺好吃的，哇，比我想象中好吃很多哎。除了食物硬核，冰岛人有一种奇妙的反差感。冰岛路上的红绿灯有些是爱心的形状，他们很喜欢红色，红色的屋顶，红色的灯塔，红色的帽子。我本以为冰岛人会比较高冷，不太爱和陌生人说话，实际上碰到的当地人还会热情的打招呼，甚至还会合影。当然，除了热情，维京人的后代狠也是名不虚传。环岛时，我们在山上遭遇了风雪，刚下车找了信号的功夫，我俩的脸就被冻僵了。结果抬头一看，一个当地人居然只穿了条短裤在雪地里跑步。全叔问他需要帮忙吗？他只是点了个赞，表示不用，一溜烟就跑远了。后面我们去爬冰川，往上走的时候，下来个本地人跟我们说，他看到我，嗨，东带，然后走了。当地人打招呼这么直白吗？原来真的有很多游客脚一滑从这里摔了下去，这只是当地人特殊的善意提醒，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这里有座火山，可以走到里面的中心位置。安全起见，我们找到了家里有大脚怪的冰岛人。这台大脚怪700万人民币，导游介绍他的车时十分的骄傲，因为无论多么危险的地方，这台车总能带他脱身，想必世界末日也能从容面对。我们坐着大脚怪前往冰岛中心，去找那座可以进去的火山。这条山路到处都是火山石块，但大脚怪开得飞快，如履平地一般。火山后面有一条小路，非常隐蔽，攀登设备就放在入口处，穿上装备走进去，就能看到火山和冰川形成的一个冰洞，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地面很滑，稍不留神就会掉入旁边的冰川，被永远带走。接下来让我们对大自然肃然起敬。古冰川十分清澈，摸起来像是宝石，洞里的冰在不断融化。季节性的消融和全球变暖的影响，当地人说未来几十年冰岛的冰洞会彻底消失。很多美好是现实的。我们继续在独木桥上前行，终于我们穿过了冰洞，走入了火山的中心。这里像是另一个黑白色的世界。
四周冰面的水化的速度很快，脚下的水更湍急了。在这里遇到了去上海工作过的冰岛人，他喜欢上海的繁华和高效率的生活节奏，现在和上海妻子回冰岛定居，过一段慢节奏的生活。听当地人的建议，我们去寻找一个隐秘的地下洞穴温泉，是火山爆发后形成的，也是《权力的游戏》男主泡澡的取景地。万万没想到，我们在山洞遇见了一个在家服刑的囚犯，他只穿泳裤走了过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距离罪犯这么近。I will be here. I am in prison. Prison. That's why I have electronic. Oh, well, what's the reason? Yeah, I'm gangster. 这里的温泉有时候会到70-80度，刚进来的时候，我的墨镜就不小心掉了下去。全师傅拿着三脚架想把它捞起来，这时这个人就从洞里走了出来，问我们在找什么。这个山洞附近的人极少，四周没有监控，手机都没信号，我们的注意力完全在他的电子脚铐上。我说墨镜掉下去了，没想到他直接脱了衣服想下去帮我们拿，但他的另一只脚始终不敢沾水，所以拿不到。他告诉我们他之前犯了大错，由于表现良好可以居家服刑，目前只能带着电子脚铐在家附近，如果沾了水就会报警，让我们自己去拿，还问全师傅有没有带泳裤，要是实在不行穿他的也行。说实话，我俩第一次遇见服刑中的罪犯，可以说是非常紧张，甚至回到房车后一路想开车跑路，但最后全师傅还是换了泳裤过去。这个人说等一会儿温泉的温度会降下来，那时候再去拿。当全师傅下水拿起墨镜后，他说全师傅很勇敢。不知道他说的勇敢是指敢下这滚烫的温泉，还是说敢于相信一个戴着脚铐的陌生人。哦，谢谢。 Thank you. You can come out now. She love you? Yes. Yes, you love him? Yes. Yeah? Thank you. He's your hero, your man. Yeah.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He's good to meet gangster, you know? 啊，下面的人还怪好的嘞。他告诉我们，旁边的米湖可以安全的泡温泉，这里的温泉是男女混浴，2个人门票682块。很多情侣在众目睽睽下大方秀恩爱，甚至当地人也会投来羡慕的目光。听说冰岛人口少，30几万人很容易近亲结婚，所以当地情侣在谈恋爱前都会用当地的反乱伦 APP 确认对方是不是自己的亲戚，以免近亲结婚。一旦发现两人没有血缘关系，才能谈恋爱，所以他们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冰岛作为全球物价第2的国家，到底有多贵呢？我们每天住房车营地，这里卫生间、淋浴、水电齐全，一辆车2个人。1天200人民币。在超市买东西，生姜1斤62块，可乐1瓶15，草莓50。早餐2个人一般是60块。冰岛的毛衣一件是1000块，一双袜子是130。离谱的是，一块从黑沙滩捡来的石头，简单雕刻一下，竟然卖你472块，而且买的人还不少。以上当然也可以不买，这里电话卡5个G的流量要155块，冰淇淋最便宜的5块一个。逛超市遇见了中国人在这里勤工俭学，问了下当地人的工资，类似超市员工这类基础工作，月薪是23000人民币左右。属于冰岛较低薪资。有时候去餐厅吃饭，比如冰岛版的羊肉泡馍，一块像岩石一样的黑色大面包，中间挖空后放入羊肉羊汤，当然这个面包也可以吃。2碗汤花了300块。午餐和晚餐自己做会省一些，出去吃就会比较贵。一升柴油16.7块，加满我们1箱油要1336块。还好冰岛不大，环游一圈也只加了1次油。在我们环游冰岛的路上，发现好看的风景基本不收费。我们走了一遍白日梦想家的电影场景，找到了火了很久的中分小房子，在环岛1号公路感受沃特滑板飞翔，穿过了斯科加瀑布，徒步了瓦特纳冰川，眺望斯奈山半岛的草帽山，寻找异形普罗米修斯里的大瀑布，全游里的黑沙滩，星际穿越里的冰原，那些曾经在电影里的画面，如今真真切切的就在眼前。以前觉得电影和梦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如今在看这部影片时，我们已经开着中国牌照的房车从中国出发，花了70天来到了冰岛，也突然明白了那句话，这一路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目的地，而是一路看过的风光和遇见的人，让这趟平凡的旅程变得弥足珍贵。这一路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25号底片，普通人也可以追寻自己的白日梦想，自由且热爱的生活，或许这才是我们旅行的意义。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感谢你一路和我们从中国自驾来到了冰岛。